3号，就在美国防长奥斯汀在相会发表讲话当天，美海军中云号驱逐舰伙同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解放军予以警告驱离。和前不久歼16驱离美军2C135侦察机一样，这次美加又声称中方对他们的驱离是所谓不安全的，但前来挑衅的不正是他们自己吗？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相会回应此事时就表示，各国要管好自己的军舰和飞机。但是我要这个反问一下的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些问题，为什么它都是发生在中国领空和领海附近，而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领空和领海附近？那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军机和军舰，从来都不会到这个其他国家领空和领海附近去做所谓的航行霸权，啊，所以，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管好你自己的人，啊，管好你自己的军舰，管好你自己的飞机。你在你的国家的领空领海附近飞，保卫自己国家领空领海，啊，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6月3号晚，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美国中云号驱逐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当天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有关国家在台海地区有意制造事端、蓄意挑起风险、恶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应对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相会中方参会专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小卓在接受深圳卫视特派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军拉着加拿大在这个时候过航台湾海峡，显然是配合美防长奥斯汀相会演讲的政治炒作。而加拿大防长阿南德当天也在相会现场，加美称其已获知此事。是美国有很多动作，比如说在那之前说，中国一架这个歼16驱逐台一架侦察机，就是说，他这个故事啊，他讲了后半截，他没讲前半截。前半截是解放军在海上演训的时候呢，他侦察机直接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他搞侦察，那人家肯定要把你驱逐出来嘛，对吧？他是从他这些方面一些小动作吧，就是他是挤压式的，是一种挑衅式的，是一种咄咄逼人的，这个进攻味道很足的，是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呢正是造成中美军事关系现在有这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军印太司令部发新闻稿称，当时拦截美军舰的是解放军导弹驱逐舰苏州舰，该舰左舷超越美军中云号，后者减速至10节以避免碰撞。随后，苏州舰在约1800米的距离与中云号同向行驶。美方声称中方的拦截不安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美加军舰穿行台海再次大肆炒作，船上搭乘不少媒体记者。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跟在美军中云号后方航行。该舰舰长保罗·蒙特福德对随船媒体表示，中国军舰曾对美方喊话，表示若中云号不肯改变航线，双方即将发生碰撞。美军曾试图要求中国军舰离开其航行路线，但最终却不得不选择了减速并改变航向。加拿大环球新闻网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美军中云号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号一前一后行驶，一艘解放军军舰快速从美海军中云号导弹驱逐舰前方驶过。加方记者声称，最近时中美军舰距离不到140米，而中加军舰距离最近时超过900米，属于安全距离。在仔细观看了这段加拿大媒体发布的视频后，时事评论员李亚强表示，解放军对美中云号的警告驱离十分果断有力。美国经常会搞这种恶人先告状的这事情，如果他要不侵犯到我们的比较涉及到我们国家利益更深的某些特定海域，我们不会让他转向也好啊，减速也好，不会让他驱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美国不采取危害我们国家行动的话，我们在海上完全是相安无事的。那么，既然美国人想介入到中国的统一事业来破坏我们的统一大业，甚至要破坏我们国家的现有的这种很多我们的和平发展、我们的国家利益，那么你也不要怪我们人民海军
出手会更狠。按照国际惯例，如果是警告驱离执法船只和民用船只，常用水枪或水炮，甚至撞击；而对外军军舰进行警告驱离，主要有2种手段，采取先礼后兵的标准程序。首先是无线电喊话，有时也会发射信号弹等示警，如果无效，则是情况进行靠近外逼。2018年9月，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兰州舰在警告驱离擅闯我南海岛礁的美海军迪凯特号驱逐舰时，最近距离一度接近到约41米。过去还有美方军舰被解放军军舰逼停的报道。2013年12月，美考本斯号巡洋舰在南海监视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时，一艘中方航母战斗群的军舰对考本斯号实施警告驱离。两船相距约450米时，美方军舰为避免发生意外，停止监视。期间，中美军舰之间无线电通信保持畅通。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美军舰过航台湾海峡通常是单独进行，但近年来美军频频拉上盟友，尤其是多次与加拿大军舰结伴过航台海，并高调炒作。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军舰也过航台海，但采取了较为友好的方式。例如，澳大利亚海军安扎克号导弹护卫舰5月下旬也曾穿航台湾海峡，但澳方提前向中国政府进行了报备。此举呢，充分表明了美国想拉着他的小兄弟，拉他的盟国介入到整个东亚的地区事务中来。那么，如果是以加拿大自己的军事能力是非常弱的，它总共也不超过10艘的这种大型水面舰艇，甚至它连制空权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不具备远海的这种现代化的海战能力，它只能在美国的大旗下为美国的马首是瞻。它表明的更多是一种敌意，没有更多的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日两国政府也趁相会之机扩大以美日为中心的多边安全机制。首次美日澳非4国防长会以及美日韩、美日澳防长会谈也将以边会的形式进行。美国防长奥斯汀此前表示，美国致力于通过加深同盟国友好国家之间的多层次防卫合作，强化综合威慑。他还对日本经济新闻表示，美国将与盟国和伙伴国采取一切措施，监视中国的行动，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小卓对深圳卫视特派记者表示，美国及盟友是企图以小圈子政治来对相会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议程设置。美国一些盟国可能有欧洲盟国啊，可能有日本盟国啊，这个盟国呢，有些是有配合，所以呢造成这么一种态势。但是这个也不奇怪，香格里拉对话会啊是一个美西方主导的这么一个论坛，它就是要造成这么一种态势。就是美国呢，它是完全是用军事手段，在这个地方摆出一副解决问题的架势。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它不可能解决问题，它只能使很多问题更复杂了。可能有些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还在配合美国。美国安全战略里头，实际表示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他不愿意接受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更不愿意看到中国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进程能够顺利的实现。在这个来来往往的这种互动过程中，应该能够找到大国相处的一个正确的途径啊，否则这个世界会变得太危险了。深圳卫视特派记者在相会现场注意到，除了美国及其少数几个盟友之外，鲜有与会国家参与炒作台湾问题。这再次印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主流共识，个别国家企图借军舰过航台湾海峡来炒作台湾问题没有市场。在南海问题上也是如此，南海成为和平之海、繁荣之海，已经得到了东盟国家的高度认同。虽然美方想方设法炒作台海和南海议题，但越是这样，地区国家就越能看出美国等域外国家前来捣乱的真实意图。一个中国的政策呢，是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赞成。更重要一点呢，随着我们的这样的和平发展，我们对世界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几乎世界的30%几的这种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由我们中国来提供的。我们真正要做的呢是大多数国家我们共同发展，是这样一种，而不是说我压谁打谁，我欺负谁，不是那种霸权主义，更不是丛林法则。从这意义上讲，大家愿意跟着中国的这样的发展道路来发展。美国尽管对很多的那个参加相会的国家施加各种影响，甚至是压力，不会得到多数国家支持的，只能得到他的几个盟友象征性的支持。